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钱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另外是淡江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明天早上9点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点，川普总统将会有一个公开的一个说法。对于这个伊朗战争到底他是要继续把地面部队送进去，还是要抽身呢？这个全世界都在看。不过在此之前，我们看到这一场战争基本上已经把美国给陷进去了。这是赢不起的战争吗？我们先来看看伊朗的通讯社怎么讲。他说，美军的第5舰队遭到了袭击，这个爆炸声响彻巴林这是来自于伊朗这边的最新消息，并且你看到他的无人机不断的在攻击一些目标，像是科威特。它的机场油槽起火，看到烈火冲天那科威特的民航总局也说了他们已经被攻击了，而且证实是遭到伊朗的无人机攻击，所以油槽发生了大火。像这样子的一个攻击过去1个月我们看到非常的多。那另外呢，美军还在持续布建。第3艘美军的航舰总共有6000名兵力，现在到了中东美防长就说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总共有15种地面行动，15套剧本包括我们看到《华盛顿邮报》也报道了这个我们看到兵力一直往中东布置过去像是布希号也前往中东，还有第3艘有3艘的驱逐舰随行另外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6000名水兵也在上头。所以赫格塞斯到底怎么说呢？他讲他说我们有很多的地面部队，而且有剧本的，大家等着瞧所以地面战要开打了吗？包括3种情境是哪3种呢？这是专家讲的第一个，其实在我们节目里头也不断反复在说，就是控制荷姆兹海峡把地面部队派过去控制这个荷姆兹海峡的沿岸那另外第2种可能呢，是派2栖作战拿下哈尔克岛大家知道这个地方是伊朗出口原油的一个地方。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进去深入这个伊朗的境内，把它的核子设施给控制了，尤其是这个浓缩铀把它给拿走。那这3套剧本到底有没有可能美国会接下来这么做呢？现在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看到美国的智库说，如果真的要打地面战的话，不得了，这几千人、几万人是不够的，至少要160万的美军完完全全会超越你所想象，像是越战或者其他的战争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这个美军如果碾压对他的军力可以碾压伊朗，可是没有办法收场CNN 就讲说，美国现在是陷入了一场赢不起的战争。的确，美国现在是军力的第1强国，可是你要赢吗？你赢得起吗？你承受得起这个代价吗？包括160万名地面部队要派过去。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革命卫队，这是来自于伊朗，他们又放话了。他说，如果你再继续暗杀我们的领导人，我就会攻击像是辉达等美国企业，总共18家公司，包括你耳熟能详的苹果Meta 这些高科技的大型的企业，我都会去偷袭那白宫怎么说？白宫说，如果你敢这么做，我已经准备好反制的任何攻击。那另外呢这个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战争？川普不断的讲2、3周就可以结束战争川普说会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这个有一场记者的问答，因为这名女记者有问他追问他嘛然后他有一点恼羞成怒，川普恼羞成怒骂他说，你是新来的吧？我们来听听看。And have you spoken directly? Iran doesn't have to make a deal. No. Yeah, I've spoken to a lot of people. It's a new regime. They are much more accessible. And they said, wait a minute, you wanted me to answer the question. You're a fresh person. You know, we've had a lot of problems with you, haven't we? You asked me a question. No, they don't have to make a deal with me. When we feel that they are,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put into the Stone Ages, and they won't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a nuclear weapon, then we'll leave. 所以这场战争到底要如何收尾？明天早上9点，川普会有一个对外的说法。不过在此之前，没有人知道他会怎么做。来，先请教将军。我觉得川普现在很明显的要战那打不赢，要谈
没有对象可以谈哦。现在就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状况哈，是可以说是进退维谷，骑虎难下。所以难怪这个时候你看到他情绪非常的不稳定，甚至于对女记者都会发飙哈。那这个我觉得《孙子兵法》讲得很对哈，这所有作战一定要讲究这个事显节短哈，这个讲究速战尽速解决，尤其是像美国这种对于战争是没有耐性的一个国家，只要拖久以后，他老百姓就不想打仗。然后这个兵贵胜不贵久哈，久的话顿兵错锐，国用不足。现在美国很明显的，第一个，他的这个士兵来讲的话，士气已经不足了嘛哈。然后国家的经费来讲，也快要被掏空，甚至于军备费用来讲的话，国防部另外要再编列2000亿美元来应付这场战争，真的应了孙子所讲的哈，这个久的话哈，顿兵错锐，国用不足。另外，孙子兵法还讲一句话，也蛮符合这场战争的。孙子兵法讲说，打仗要以逸待劳哈，什么人可以以逸呢？先处战地，然后应战的我就比较劳逸嘛，比较轻松嘛哈。然后后处战地，然后驱战的我比较从远的地方赶过来去应战则劳哈。那现在很明显，伊朗对美军来讲就是以逸待劳，他在这个地方经营做战场经营，最少经营了47年啊，可以说是从两伊战争开始。他就知道荷姆兹海峡是他的王牌中的王牌，是他生命中关键，是他国家生存重要一个这种王牌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认为他在这个地方做这个战场经营，做这个作战准备最少花了30-40年的这个时间。那你美国你贸然想要用很短时间去夺取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很难的。另外，美国我认为川普很明显这场仗他没有任何一个规划。作战一开始你一定要有一个开战指导，你为什么要打这场仗？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为何而战，为谁而战？你是为以色列而战吗？还是为石油而战？现在看起来好像你为石油而战，你也达不到说是让石油保持畅通的一个目标你为以色列而战，那你现在这场仗打了半天，我觉得你也很难保住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所以很明显的，他没有一个开战指导。那最后我们更不认为他有一个全程的一个作战构想。任何作战，包括我先举个例子，在2003年或者是1991年那2次的波湾战争打伊拉克，其实美军的一个作战全程一开始他也是先用轰炸。轰炸完以后，他紧接着就是动用地面部队。他轰炸的时间可能花了42天总共花了42天，跟这次一样，42天轰炸完以后，地面部队100个小时结束战争，最后还是动用地面部队。他动用的地面部队有多少？光美军自己就25万人，除了美军之外，还有英国、法国，因为那时候是这个经过联合国授权的，所以组织一个盟军的方式来打。那你现在光靠美军这1万兵力，你要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对付伊朗这种已经在这边做好了各种作战准备，你贸然的投入地面部队，我觉得你是这些地面部队平常讲是有去无回了。那我们也仔细分析过好几次了。你现在地面部队你如果说是要深入这个伊朗的境内来讲的话，就像是我们这个标题所讲的，最少160万的部队才够。我讲一个数据，大家就可以比较，这绝对不是夸张的数据。以色列现在就在我们现在这个讲这个节目的同时，以色列对于黎巴嫩南边的真主党，你知道他动用多少部队吗？他预备役就动用了40万，只是为了打到这个黎巴嫩南边这个增加他所谓的缓冲区，他就征召了40万的预备部队。那你美军你这1万部队，你去打伊拉克这个面积165万平方公里，比伊拉克还大4倍的国家，所以说要地面部队你真的要攻进去160万，是绝对不是夸张的一个数据。那如果说你1万精兵来讲的话，你要从事特种作战，譬如说我们经常讨论的夺取哈尔克岛，或者是开放荷姆兹海峡，夺取荷姆兹海上那个周边的那些小岛包括拉克岛或者大不通、小不通这些岛，然后控领荷姆兹海峡。其实你这个也没有长期的规划。我们现在看到你动用的部队叫什么？叫做82空降师。82空降师是轻装部队这个轻装部队
这个我们有时候镜头上面都会看到，他跳伞下去，每一个人身上所带的弹药量也是有限的。那如果说两栖作战，你说陆战队登陆上去，你后勤的持续的战力也是有问题。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川普他陷于一个骑虎难下的局面，他对外面放话放得那么大声这个地面部队派了2个这个两栖特遣队，那不打吧他又这个没面子，打吧他又没有获胜的把握。我这边在最后我补充讲一句话，其实学军事战略的人都有一句至理名言，叫做以不一定获得之力想要抵消一定获得之害，是最大的战略错误。现在如果说你贸然的投入地面部队，你会遭受到很大的伤亡，这是一定会获得之害。但是你是不是就确保说你能够夺取到哈尔科岛，固守这个地方，或者是说你能够开放荷姆兹海峡，这都不一定获得之力。那你要想用这个不一定获得之力来要抵消到你一定会付出很惨重的伤亡代价，这是战略上最严重最大的一个错误。那川普来讲，他可能有听进去他们五角大厦的一些专业军官跟他做以上的这种建议，所以我认为也因为这个样，他明天这个要开这个记者会可能是会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宣布。那我个人预判他可能有80%以上，大概就要鸣金收兵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就要抽身了，要离开这个战场，抽身的几率是很大的。是，这是我们专家的这个精准的一个预判明天就知道是不是这样了。来，请教彬哥。这个美国一直不断的宣称说，他打掉了伊朗的什么地下的火药库啊、的飞弹库啊，一直每天都不断的说有战果出现。可是问题，伊朗还是不断的可以反击。所以显然伊朗的库存也好，它的地下的基地的数量还有远远超出了美军跟以色列的预期。所以这一场战争已经进入一个没完没了的阶段。那甚至连在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也遭受到轰击。那以色列当然，它各大城市都遭受到袭击。那所以美国现在到了应该要决断的时候，你要把这场战争继续拖下去吗？还是你要进行一个决断性的，让战争进入下一个时期，或是干脆结束掉？赫格塞斯是讲得很漂亮，说我们有15种版本，所以跟李登辉当年的18套剧本对一样，差不多。反正我们随便选哪一个都可以，你是可以随便选哪一个都可以，但是哪一个是会获胜的版本？重点是在这里啊！你要进攻伊朗的方式百种啊，你要运用部队的方式也很多种，但是你哪一种才会让你获胜？哪一种能够让美军的伤亡最小，获得最大的战果？这才是问题嘛！所以每天只是不断的去讲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你说他要进去把浓缩铀抢回来，这个听起来难度太高，我看阿汤哥都做不到的事情，美军要做到是蛮困难的。拿下哈尔科岛，或是去把整个荷姆兹海峡沿线拿下来，看起来旷日费时，而且自己可能制造大量的伤亡。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而且也不见得会有真的实质的效果。那 CNN 的估计我就觉得很好笑了，他说至少有160万美军，他知不知道整个美军加起来没那么多人？美军只有130万左右。再去跟别人争调，谁要借你？现在欧洲这些国家都说我不要介入啊。那请问一下，他真的需要这么大兵力？美国要把他散布在全世界的所有兵力全部集中在这里去打他？你光是要集中这些兵力就要花多久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很不切实际。CNN 这样讲的意思，其实就是说美国其实现在没有能力去跟伊朗进行全面性的地面战争，意思就是告诉他你应该要差不多可以收手。可是问题是，现在对川普来讲，他早就想收手，只是怎么样收手最漂亮，而且不会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因为川普这2天讲的就是，我2-3个礼拜就可以收手，荷姆兹海峡就算还是封的，也不干我的事啊。问题是，只要他是封的，就一定干你的事啊。因为全球的经济都会受到影响，美国不可能置身事外。那你怎么办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被记者追问，就会开始有点恼羞成怒，就出现这样。因为他说真的，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个人是认为，以川普来讲，他至少只要他心里的结能够解开就好。只要他能够说服自己我赢了，那很容易呀。对啊，我觉得现在他当然碍于场面，很多东西还是要装得跟真的一样。但是我想理智终究会战胜他的一些妄想，毕竟他是个精明的商人。是，所以我个人是认为，对我来说，美国不再进一步陷入泥淖，反而是往后抽腿的几率是大很多的。只是
他的宣布可能不是抽腿，他可能用一种非常华丽的方式，让你摸不着头脑的方式，慢慢就从伊朗消失。所以明天他可能不会决断的宣布说，我要抽身了。是，可是大概是这个方向。对，要做一个回旋呢。来，大钟老师。对，我想不外乎这几种可能哈，就是第一种就是，比较像这几天他对外释放的讯息啊，就是单方面宣布胜利，但这胜利的定义是由他自己所定义，然后在未来2、3个礼拜之内呢，逐步缩小对于伊朗的打击。这个其实在几个礼拜之前，其实美国媒体就有报道过说，其实白宫很多的他亲近的幕僚尤其最亲近的白宫幕僚长、副幕僚长，就曾经建议川普，就说你可以不要这么有雄心壮志的这个目标，单方面宣布胜利，然后慢慢的缩小你的打击，然后抽身。那这时候呢，你可能期待是伊朗。因为是互动的，也同时会降低对于美军基地啦周边一些国家的打击，这是一种。那第二种呢，就会比较像是赫尔塞斯特别讲的15个剧本就是有一种可能就是在行动真正宣布胜利之前，透过一场有限度的军事攻击，可能是有限度的这个地面行动，那行动基本上成功之后，再华丽转身。这个可能性还是不能排除，但是就像刚才将军所特别讲，这个风险还是很高，它有它一个无法确定性，就是美军的伤亡因为的确，如果是从目前的这个美军的调动来看，它一定是做打的准备比如说这个 MEU 这个第31、第11的陆战队远征队第31其实几天前已经到目标区。那第11远征队是从加州圣地亚哥走，那可能还要一阵子才会到目标区。再加上先前已经投入了第82空降师的快速反应部队，可能3000到4000人左右。那还有本来就住在当地这中央指挥部在科威特的，他本来就有轮驻1个到2个的所谓的这个旅级的作战单位，带4000到5000人。但是呢，还有一些特战部队已经进去。把上述这些人员通通加总，大概就是15000人左右，所以就算是美方美国打算再调动其他地面部队，那这个部队的规模不是很大，所以它能够执行的任务的这个种类可能就设限。是，就像刚才特别所讲假设今天美国是有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这个作战的这个目标就像2003年攻打伊拉克。那就不是这个样子，因为2003年美军自己动用25万人，英军45000人，加拿大、澳洲再加上波兰，大概总数有将近30万人之多。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美军的调动是调动5个月到半年，然后整个筹划是1年，才有办法在3个礼拜多内这个把巴格达打下，完成那个很困难、很艰巨的这个作战目标，但目前为止，伊朗明显不是这个状况所以当然谈判可能还会持续进行，透过第三方但是我觉得只有2种，一种是慢慢收手这个单方面宣布胜利；第二个是要透过一个作战的行动来华丽的转身大概是如此。专家的预判都是美国可能会慢慢的收手，慢慢的抽身。可是关键就在这慢慢的到底有多慢？因为现在平民在受伤，军人在前线。看起来也是死伤有在增加，包括你看到大学现在已经变成新的前线了耶CNN 的报道是，伊朗的科学部说，从战争爆发到现在，至少在伊朗有21所大学在攻击中受损，包括学者也变成攻击的目标。所以你看到《纽约时报》有报道，在228那一天，在打击的第1集的时候呢，美军可能有动用最新式的一个武器 PRSM 的飞弹。这种飞弹呢，它可以精准的来这个采空中引爆射击，并且在目标上头爆炸，释放大量的钨制钢弹专门针对人员还有装甲的目标具备高杀伤的范围，所以有可能在228那一天。他们就动用这样的精准打击飞弹 PRSM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伊朗是用了大量的无人机作为反击。那现在他攻击哪个地方呢？他攻击以色列的西门子还有 AT&T 这2个地方，观众朋友你看到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在以色列中部的西门子工业软体中心是帮这个以色列的军队提供 AI 技术。还有强化它的武器生产线，还有军事的设计系统。
那在海法的 AT&T 的电信中心哦，是美国的哦。那云端啊、技术啊，是美国的研发中心哦。所以，如果你把这些电信啊，还有一些网络的技术给打掉，对于伊朗的这个包括以色列的这个作战能力来说，可能会受损。那伊朗说，他们已经制定了非常长远的一个计划。主要是要消耗美国跟以色列的实力啊，那他们不断的用无人机还有导弹打击美军基地哦，包括您看到在中东地区有很多地方哦都受到很大的损伤。那包括呢，以色列其实也是受伤惨重，他们的贫民区、他们的住宅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地方都被炸烂了哦。那以军也说，伊朗发射集束弹哦，这个东西杀伤力也非常强哈，因为它会在空中爆炸。那爆炸之后也造成很多车辆或是人员的受伤。纳坦雅胡就讲了，他说以色列不屈不挠，他会持续粉碎伊朗的恐怖政权。所以如果说这个川普收手哦，现在关键是纳坦雅胡可能也不会立刻收手。而这个纳坦雅胡说，我们现在在组建地区同盟，要一起来手牵手对付伊朗。可是哪一些国家我们现在并不知道。他说本地区重要的国家。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一些弹药哦，现在已经弹尽援绝了吗？爱国者飞弹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反制的一个拦截的一个防空飞弹。那我们看到在伊朗，因为它不断的用无人机、不断的用导弹哦来攻击美军基地，所以波湾的防空飞弹本来爱国者2800枚，据说开战1个月已经耗损了2400枚，这是外界哦根据这个双方的这个战机。或者是攻击的这个数量来估算的，也就是说，美军的库存压力开始浮现了，可能已经没有这些拦截飞弹可以用了。而另外，我们看到包括中东战火的冲击哦，联合国预估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损失现在就已经高达了2000亿美元。如果战争再持续下去啊，不得了，不知道会有多少的损失。那我们刚刚看到纳坦雅胡说，地区的重要国家，我们要手牵手去对抗伊朗。那伊朗哦也做了温情喊话，这个伊朗的外长说，我们阿拉伯兄弟啊，我们大家都是同宗的哦，我们一起来赶走美军，我们都是阿拉伯世界的这个国家，阿拉伯兄弟，你把这一些外人不尊重阿拉伯人或伊朗人，也没有办法提供任何保障的侵略者，讲的是美军，把他们给赶走吧。来，请教将军。美国跟以色列用这种空中爆炸的这种飞弹去攻击伊朗的贫民区，确实是非常的不人道。这叫什么？叫空炸其实这跟这个集束弹定义又不太一样。集束弹是在空中散开后，它分成很多小颗的炸弹，掉到地面以后再爆炸。那这种是直接在空中爆炸，直接将这个弹头直接撒到地面来。其实我们作战当过陆军的炮兵应该都知道，所谓空炸信管，就我这个炮打出去，假如说我发射到落地，我们会算那个时间非常准30秒钟落地，那我隐性我会装在第29秒的时候爆炸，那29秒还没碰到地上它爆炸，那撒出来那个破片杀伤效果，尤其是对人员来讲那更大，你没有地方躲。如果说是它譬如在你前面20公尺爆炸，你趴在地上，或许你可以躲得过，但是它从空中的弹片洒下来跟雨花一样你根本就躲不了。你知道，讲到这个，我们以前在这个作战的时候有一招这个手榴弹我们通常一个人了不起丢50公尺，那但如果手榴弹丢出去，敌人会躲在这个石头缝啊，或者是这个隐蔽部后面，我炸不到他。那我们用什么方法呢？我们构筑了防御阵地里面，我们会拉一条铁丝拉到前面去，由上向下拉上去。那手榴弹拉了以后，直接挂在那个铁丝上面滑下去，然后直接在空中爆炸。那等于说没有地方躲，你石头缝啊或礁石里面，我一样可以弹片炸到你。所以说，如果说以色列跟美国用这种弹对贫民区来做攻击的话，那确实是非常不人道的，因为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躲藏你除非说是在室内或者是在这个战车里面，不然的话几乎是必死无疑，那杀伤效果会更大。那这次我认为说是这个以色列为什么要打这场仗其实去年6月份的时候，他们那时候以色列跟这个伊朗就打过一次。那是他们自己评估过，按照他们情报，他认为说是伊朗的导弹库存量大概有这个超过1500枚，
超过他们所谓能够抵御的能量，所以现在确实数据出来，他们2500枚，以两枚的爱国者去拦截1枚的话，他大概认为他自己合理评估，他可以拦到1500枚。那去年那场仗，包括以色列包括伊朗打出去的导弹，还有包括他们销毁的，他们认为伊朗的这个导弹数量已经这个低于1000枚了，所以以色列认为自己可以获得短暂的一个安全，但是没想到去年这个那场6月份的战争之后，伊朗积极的在发展它的导弹数量，这个扩建它的弹药库的库存量这个那听说这个按照以色列得到的情报，认为说伊朗的这个导弹数量已经超过2000枚了。事实上，在这个日内瓦谈判的时候，他们有讲说，那时候伊朗也讲说，我们要2000枚的导弹，就是针对你这个以色列你的拦截数量是可以拦截1500枚，那我如果有2000枚，我就对你构成威胁。所以以色列可能获得这个情报，认为伊朗从去年打完以后，积极的在发展导弹，而且数量已经快要超过2000枚，甚至快要到达3000枚的数量，已经超过以色列能够抵御的这种防御的数量。在它复合之后，所以为什么这场战争会由以色列先行发动？它第一个攻打就是一定要把你的导弹消灭掉，因为已经超过我能够复合的。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很明显的，以色列目的是在求得自己的国家安全，他要消灭伊朗的这种导弹的数量。但是打到现在，我们发现说这个美国这个到底这个库存量有多少，其实他们也没搞清楚。伊朗到底现在有多少库存量，现在也搞不清楚。那以色列更是如此，我们看到它不但库存量超过你的情报预期，超过你的推算，甚至于它的数量来讲，它的质量来讲，又更加的精进。在这种状况下，我认为，你现在美国就算是把这个其他地区的爱国者调过去，可能都不足以拦截伊朗的导弹。那现在更糟糕一点，伊朗现在战略它不是要打垮你以色列，也不是要打垮你美国，它是用什么策略？它拖垮你。那就更严重了。我每天2枚、2枚、3枚，那你就一直长期陷在这种泥淖里面，长期陷在这种消耗战里面。我觉得这对美国跟以色列来讲的话，都是非常不利的。是，请教彬哥怎么看？川普说他要把伊朗炸回石器时代，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夸张的说法。那以色列是说他一定会想尽办法断绝伊朗他能够再生产核子武器的能力。那在配合上，他们从开战到现在一直毫无差别的针对学校、医院或是一些学术机构进行攻击，甚至还专门针对学者用 PRSM， 用这种精准制导炸弹。那这代表什么意思？我觉得比较可怕的是，过去以色列摩萨德经常干一件事，什么事？每一次伊朗的核子进展有突破的时候，摩萨德就跑去暗杀他们的核子科学家，已经暗杀过好几个。那这一次开战，我老实讲，我怀疑是不是他们故意针对学校去进行攻击，就是要把你所有未来可能协助你研发高科技或是核武的这些人才全部把你干掉。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太可怕。为什么？因为这些学生毕竟什么事情都没做，这些学者也什么事情都没做，那你们现在就做这种攻击，而且这种攻击方式很明显是违反战争法，但是以色列跟美国都没在管，所以我觉得这在某一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一种灭绝计划，这是非常可怕，但是没办法，战争就是如此残酷。那伊朗，你看他每一次强调的都是我对等回击。他每次都会先告诉你，我要打你的哪里咯，你这些机构的人是不是要先快撤离？甚至你打我的学校，我要打你的学校，但是我给你缓冲期，你先远离这个学校1公里的范围之外。那甚至现在告诉你说什么西门子 AIT 啊这些东西，我都已经掌握了，你有在协助进行这场战争，我可能要打你。其实都是用这种预告的方式。当然也不用去幻想说伊朗是多么的守规矩、多仁慈，只是伊朗会更谨慎。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现在这场战争他只有靠拖字诀取胜，那这个时候他就必须要慢慢争取全世界对他的同情。如果他也学美国、学以色列这样子狂轰滥炸，根本不管无差别的这样乱攻击，造成大量平民死伤，这个对他未来在国际舆论上也是很不利。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开战1个月以后到现在，国际上开始慢慢出现很多同情伊朗的一些声音了，因为美国跟以色列进行的手段其实是非常引人争议的，所以我觉得伊朗它实际上在进行另外一个竞争作战。那当然，
对以色列来讲，他是没在管这些的，他要的就是一定要瓦解你的政权，一定要想办法消除伊朗这个心腹大患。可是纳坦雅胡说，他现在要组成新的同盟，对，我就觉得很疑惑，有哪一个阿拉伯国家？因为他周边全部都是阿拉伯国家。对啊，他说地区啊。那请问一下，哪个阿拉伯国家在现阶段敢跟以色列同盟？第一个，只要你透露口风，你要跟以色列同盟，大概你就立刻变成伊朗攻击的对象，这是必然。第二个，其他阿拉伯国家恐怕也会跟你保持距离，因为毕竟不要忘了，以色列跟美国现在在攻击的是一个伊斯兰国家，所以我觉得纳坦雅胡应该是在虚张声势，我不认为有哪个国家在现阶段敢去跟以色列结盟，这不是自己找死。那这个以色列跟美国的防空飞弹开始出现这个青黄不接的状况是非常明显的。那当然，伊朗的攻击也弱了不少。可是问题是，伊朗是采取反正我就给你炸，那我想到我就丢给你1-2枚。那请问你是不是要一直接？不要忘了，周边中东这些波恩国家全部都被波及了，现在经济啊、民生啊都陷入很大的困难。以色列更不要讲，以色列从开战到现在停班停课。那请问一下，他经济都不要管了吗？他过去这2年，因为因为加萨走廊战争，他的经济状况已经很惨，那现在还这样，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持续拖下去，我们常说赤脚的不怕穿鞋的，因为伊朗本来就比较穷，那以色列跟美国这种富国要去跟伊朗玩这个长时间抗战嘛，我想这个对他们来讲恐怕是一大挑战。大钟老师怎么看？因为到这一周哈，其实已经进入到第5周哈。其实不管对美国来说哈，对伊朗来说，对以色列，还对美国在中东地区这些所谓的伙伴国家来说哈，其实在这个武器弹药的损耗上，其实都是消耗非常快哈，慢慢陷入到消耗战。那其实对美国来说，的确是如此哈，不只是我们之前讲的巡弋飞弹，还有包括一些空军空对地的一些联合这种精准这种弹药的消耗量非常大。那其实对以色列来讲，也有一些它的一些越来越重的一些负担哈，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照道理啊，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是非常的成熟，而且经验丰富啊，但是在这一次里面啊，也证明说哈，它没有办法滴水不漏啊，因为它是多层次的防御啊，从比较高层次的这个剑3啊这种中高空啊，到这个中间的大卫这个投石所啊，一直到比较低层次的防空等等。其实这一次可以看到说没有办法全方位的去防护以色列的这个境内的目标尤其是大卫投石所，基本上是在这2年已经在取代过去美军这个所出售的这爱国者系统。那主要就是说这个伊朗的打击的目标是非常广。它已经从这个民间商业一般的大楼，以色列的这个军事目标情报这个单位的这个建筑物，一直到一些以色列境内的一些基础设施包括能源都包括在内，而且是透过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搭配虽然是距离非常遥远，从以色列到伊朗本土1000多公里但是透过大量的无人机再搭配一些所谓的各式各样的弹道飞弹主要是至少是中程弹道飞弹，射程在这1000公里之上，也有一些是所谓的这个巡弋飞弹，有各式不同的种类去慢慢去消耗这个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所以这是一个对以色列来讲也是重大的一个挑战。那对美国来说目前的战损还是主要集中在这个所谓的空军相关的一些武器啦。那比较多还是停在这个机场上的一些这个包括空中加油机，还有包括刚刚所讲的E3这个预警机，还有所谓的这个 MQ9所谓的这个大型这种无人机。那真正在行动中这个受损的大概是一开始那3架 F-15被所谓的这个友军误击。那至于有一架 F-16，伊朗一直宣称说把它击落，但到目前为止美军并没有证实。所以到目前为止美军的损伤是有地面部队的这个伤亡是有空军伤亡是有，但是因为它的打击的方式还是比较这种中式式这种空袭，所以比较少地面部队的伤亡但对美国来讲，我觉得这是川普一直在考量的地方。假设他动用到大规模的地面行动，
这个伤亡就不会是目前为止的数量了。是，如果以这个川普的角度来看，这些国家可能都造反了，包括西班牙，包括我们看到的意大利。先来看看西班牙哦，我们看到美国希望可以包括各种的借用这个西班牙的一个这个空军基地或者是领空，可是某种程度都被拒绝了。我们来看看美媒美国的媒体先揭露了伊朗的空袭我们刚刚说到的E3预警机，本来我们以为是有一架被炸烂。可是呢，美国公共这个广播电台它报道其实是2架其实是2架受损，所以这个损失非常非常的惨重。我们刚刚讲的西班牙，它很强硬他说我反战，所以封锁了领空因为美国的军队他的飞机想要越过这个领空到中东去，他说不行不让你过并且呢他还说我们要来重新审视北约的存在价值。所以对这个美国来说，这个西班牙真的是造反了。而另外，继西班牙之后，意大利也表态喽意大利说，我们拒绝美军利用我们国家的基地来执行中东的任务，包括西西里岛上面的空军基地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呢，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都是反战的，对于美国的做法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同意，尽管他们都是盟友。我们再来看看川普，他现在想要收兵了，可是要收兵很难那重中之重是荷姆兹海峡嘛，他就讲说我们现在荷姆斯还在封锁所以我们要结束这个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这件事情太棘手了，我们就留给日后再处理吧。现在想要通过的人，或者是国家，或者是邮轮，你们就自己想办法吧。川普就怒呛我刚刚说的这些盟友，你们既然不帮忙，那你们自己去荷姆兹拿油啊！你不要来看我，也不要来要求我啊！他警告盟友你未来应该学习自行防卫，美国不会再帮忙，就像你们当初没有支持我一样所以他有一点生气了另外，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国内巨大的压力来了，油价不断的涨，包括现在每加仑的汽油4美元。川普就说大家不用担心我美军撤出伊朗之后，油价很快就会暴跌这是他讲的。那这个战争部部长赫格塞斯是这样讲，他说我们很清楚啦，是你中国跟俄罗斯在帮助伊朗，所以呢现在这个战事才会到这样子一个僵持的一个状况，未来几天是冲突的决定性时刻所以赫格塞斯有讲15套剧本。可是现在眼下有一些国家的邮轮、货轮可以通过荷姆兹海峡，那就是中国外交部也证实了那在打仗经过1个月之后，有3艘的中国籍船只现在通过了荷姆兹海峡那波湾这个地方的和平稳定，他们也在呼吁说应该要维持。那现在油价飙升，这是全球性的问题。可是我们看到高盛银行他也预估，他说中国大陆的经济韧性优于美国理由是中国大陆有庞大的战略储油体系那有多少油呢？约莫是12亿桶，他们做了这么多的储备。来，先请到将军。欧洲这些国家真的是在报仇这个我们讲鸟家冤老鼠冤为什么？因为川普你要回想一下，你在关税时期你怎么样对付欧洲这些国家？尤其现在包括到意大利，包括到西班牙，尤其是西班牙最明显，你对西班牙课的税率是多少？所以这些国家当然这个时候这个你趁着你美国虚弱的时候，当然你美国有事的时候，他当然就不会伸以援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你格陵兰的事情，你川普不要忘了，你格陵兰的这个那时候为了要这个岛，你是怎么样羞辱欧洲的那大家想想看，如果说是包括我们刚刚讲的西班牙、意大利，如果说不借给他领空的话，会有多严重那你看一下地图打开来，你看就知道。美军现在它的战机主要在什么地方起飞？主要在伊拉克不是以色列或者是约旦的机场起飞。你知道飞机起飞回来，它很多零件要换的。讲个最简单的，你那个轮胎就要换嘛，轮胎起降几次有磨损的，差不多就要换。那你那个飞机上的弹药要不要补充？那你这些弹药、这些零附件从哪里来？一定从美国本土运过来，不太可能从这个航空母舰那边再飞过去。那你要从美国本土飞过来，最近的直线距离就是从西班牙上空经过意大利上空以后到达以色列。那如果说是西班牙不给你过的话，那你必须这个要绕过
过西班牙，然后再进入地中海，然后甚至于绕过这个意大利才能够到达。中间你还没有空中加油机可以给你空中加油，对这些运输飞机，所以对美军来讲，这个运补能力你减弱来讲，当然会降低你的作战能力。比如说我每天可以提供你这个100发的这种空炸炸弹，但是现在来讲，因为运补能力降低之后，我每天只能提供你这个70发，你的攻击力道势必就会减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看一下，这如果说真的打掉2架预警机，对美国来讲，对以色列来讲，这严重性就很高了。之前这个铺路爪雷达被打掉以后，它就没有雷达去看以色列发射导弹，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导弹经常可以最近来讲经常可以突穿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因为你没有雷达可以看，你就减少你预警时间。那时候美国铺路爪雷达被打掉以后，它用的就是预警机，用那个雷达来看这个升空的导弹或者是无人机。那现在来讲的话，你看它多精准，它专打你预警机，这等于说是对作战来讲是高价值目标。你预警机被打掉2架，因为预警机你不能跟地面雷达一样随时停在地上，你随时要轮流上空中来才能够才有眼睛睁开才可以看嘛。那你突然这个少了2架，对你这个空中这个监视力道就会降低很多。我觉得如果这个样子的话，对以色列的这种拦截这个用爱国者或萨德系统拦截来讲的话，那个拦截率就更会降低，这是明显。是。那总结川普现在讲的这些话，荷姆兹海峡，我简单的翻译给各位听你不要听川普讲很多。川普现在说，我现在在荷姆兹这边有事你们不来帮我打仗，那没关系，我就不打了，我就走了，就跟烂尾楼一样，这个战争就变成一个烂尾楼，你们自己去面对，自己去处理反正我该打都打差不多，以后有本事你们自己去打。你们自己去抢过那个油，如果你们不敢去抢的话，那很简单，来买我美国的油如果以川普的想法，他不就是这个样子吗？他后面还讲了一句，他可以来买我美国的油。所以我认为说明天这个演讲这个川普很可能大概他从他的一个最近这段时间他讲话的主轴应该可以看出来，他就准备放生荷姆兹海峡。可是对于放生荷姆兹海峡，他不打这个仗，后果其实是很严重。第一个我认为说，如果说你抽腿走的话，第一个会哭晕在厕所的叫做内塔尼亚胡他第一个美国不帮他打，他自己要面对。第二个傻眼的是谁？海湾的这些国家会傻眼。那你为了你，我们已经跟伊朗打了半天，结果你现在抽腿走人。如果伊朗继续打我们的话，我们怎么办？那第三个对伊朗来讲不是你美国抽腿，这场战争就可能结束。伊朗可能持续会对以色列。会对周边的这种海湾国家周边继续攻击，然后我们叫做乘胜追击在军事上这叫做发起追击。敌人如果溃败或者是有这个溃败的迹象来讲的话，作战胜利方一定会发起所谓的乘胜追击作战。所以如果说万一川普明天真的是发表一篇演讲，准备抽腿的话，我觉得后果就是内塔尼亚胡会哭晕在厕所，因为美国不帮他打这场仗，他自己独立要面对，其实是非常艰难的。第二个傻眼的是海湾周边的这些国家，他已经跟伊朗打了半天，甚至于我们现在听到，包括沙特、包括阿联酋都主张要美国要继续打下去。那你这个仇是不是越结越深？那美国现在抽腿走，这个沙特现在怎么办？阿联酋怎么办？你这很明显的得罪了伊朗，那伊朗会不会趁这个机会，整个就控制荷姆兹海峡，整个主权就落在实质上归伊朗所属？对全世界是不是能够开放荷姆兹海峡这个运油来讲的话，完全就主动权完全在伊朗的手中。所以美国如果抽腿，对全世界影响是非常大的。川普到底要怎么样华丽转身？他到底要怎么样抽腿？明天早上9点他自己会说分明。我们先进一下广告。所以现在川普到底怎么想？他要放生荷姆兹海峡吗？来请教彬哥。其实老实讲，2战以后规模这么大的战争，美军大概是第一次单独打。以前他都是跟欧洲这些国家多国联军啊、盟友啊一起打。那这一次更糟的就是，第一个他的损失越来越重。如果E2真的被打掉2架，等于消耗掉他1/8的空中预警能力。这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然后现在越来越多国家，包括马克龙已经说波安那些事情都不干法国的事，我绝对不会出兵。然后西班牙跟意大利现在甚至连军机都不让你降落，让你绕道。
这对美国来讲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会觉得被这些盟友背叛，所以川普才会去讲出这些话。那以后大家各走各路啊，你们自己玩自己的，你想要油你自己去拿，关我什么事？我美国自己有油。可是川普第一个忽略掉的就是波斯湾这边的事情，如果一日没解决，全世界的油价高涨，通膨飙升，美国会不受害吗？你一定要受害，你也在这个地球上，你又不能置身事外。所以这个只是气话，他自己心里很清楚了，这个东西不解决，他抽不了身了，美军撤走也没有用。那更重要的就是，其实他们是讲不出道理来。虽然卢比欧啊，虽然川普啊，他们一个个都在责骂这些北约盟友，可是他们忘记一件事情：北约的责任是什么？北约的责任是当遭受攻击的时候，大家一起有协防的义务。可是如果你要出兵哪一国，你要预先通知其他国家。对，请问一下，美国有先通知吗？没有啊，应该是没有。美国到现在连对伊朗宣战都还没宣战。对啊，对啊，他们其实现在还在等美国国会要准备要去审核，到底要不要对伊朗宣战。国会也不知道。是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你怎么去责怪北约这些国家没有尽到他的 duty？ 是他本来就没有义务一定要，因为你自己擅自决定要去出兵攻打一个国家，北约哪有这种义务要去帮你？那北约如果任何一个国家随便去打一个国家，美国也要去帮忙吗？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但是他现在又把中俄拉进来，说我知道你们中俄都在帮他，我们会注意的。但是我不知道中俄有没有帮啊？也许有帮，也许没帮。但是一个最基本的就是，你忘了你们在乌克兰，你们是明摆着帮乌克兰嘛？所以你说俄罗斯这时候去帮伊朗，你有什么话好说？好像也没什么话好讲吧。但是现在问题就在于，接下来大家全世界都会遭受通膨跟石油、天然气、氦气、肥料短缺之苦。那谁能从这边中间脱身？谁能获利？很多人说中国大陆会获利，我不认为啦。因为中国大陆虽然储油很丰富，但是它还是一样要遭受通膨啊、经济上的打击。所以最好的方式就赶快解决这个问题，大家都可以免于这一场浩劫。是我们现在台湾连塑胶袋都在缺货了。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李大中老师。对，如果这场战争拖太久，对川普的这个国内的声望还是很不利哈。因为最新的民调就这几天做的，希望川普不管目标达到没有，赶快停掉战争的比例高达66%。是，那支持川普到底，义无反顾，要完成所有目标才能够让战争停的，就是剩27%。这27应该是非常铁啊，川普最核心的支持选民。但是有个警讯就是，即便是共和党支持者，他也没有完全是支持川普，代表说可能只有60%左右是支持川普把他的行动完成。所以这个对国内的政治来讲，川普必须得重视。但第二个是川普的盟友跟这个伙伴，其实大家回想一下，开战大概2个多礼拜，川普已经在社群媒体上开始在骂人了。骂谁？主要是在骂北约。那当然，他偶尔还是会点名一下，包括日本跟韩国，但主要讲的就是，照理说应该是北约里面，他自认为应该是义无反顾要支持所有打击伊朗行动的国家。那这里面呢，其实英国最近又被他点名到，但老实说，如果是比较这个北约里面主要比较重要的国家而言，英国的怎么讲？英国的支持程度跟配合程度是最高的，因为它已经开放英国本土的空军基地、印度洋空军基地、塞浦路斯的空军基地，而且政治上的讲法是比较支持川普，但是即便如此，川普不满意。那至于其他国家，法国、德国稍微还不错，但法国就走自己的路。那至于其他像是西班牙跟意大利，那基本上是基地的使用直接去对付伊朗反对。甚至是领空的经过也反对。那这里面其实有个重要的议题就是护航。那护航这些国家基本上都不赞成，只有一种可能性是，当冲突结束之后，有可能会投入所谓